借助声音的力量，跨越时空的距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子音。翅膀展开，现在住在舞台，肆意的 vibe， 独有的姿态无可取代，比放更自在。其实整首歌我希望传达的还是一个比较明媚的感觉，就像我自己现在的状态一样，是处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小鹰的那种状态。对，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，脑袋里的画面就是这样的。鸟儿在第一次飞翔的时候，它需要一段俯冲，然后纵身跃下悬崖之后才能学会飞翔。可不可以给你的就是粉丝跟听众朋友们发个小福利啊？给大家清唱一段你的新歌。飞奔向云海，翅膀展开，现在住在舞台。在我这里，演员和歌手应该是并列第一的。对，这两个都是我想做并且在做，而且一直会做的东西。然后其次是创作人，因为确实我现在的创作能力还处于还在摸索的阶段，还有蛮多东西要学习。对，所以道阻且长。然后美妆达人应该放在后面吧，因为现在还处于副业的阶段，总有一天，应该会朝着更大的方向迈进吧。对，但是也会一直坚持。因为我属于特别不爱运动的人，就我的运动来源是跳舞，还有走路。我特别爱走路啊，这是个好习惯。然后，我不会去特别限制自己不吃什么，因为那样会不快乐。对，就是减肥最大的阻碍是让你不快乐。如果说有特别就是那种小 tips 的话，还对于我来讲可能是就是吃饭之前先吃菜。他不会，我的经纪人每天都给我投喂东，不是每天都在被我投喂东西。一开始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Rhoda， 这是我爸爸给我取的，就是在我出生之前伴随着我的中文名字一同诞生的名字。然后他们从小就是叫我的英文名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从小周边的人也都叫我的英文名字 Rhoda。然后后面呢，在初中开始会在网上传一些翻唱，然后传翻唱的时候用的网名就是 Rhoda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些喜欢我的朋友，因为每次打英文都很麻烦嘛，然后就开始用中文音译它，就变成肉大，就这种肉，所以肉就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的。那你相信语言的咒语吗？也许你叫了这个昵称之后，可能你这个肉就一直跟随了你了，所以考虑换个昵称吗？很有道理。叫瘦瘦，我觉得没有用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东西有墨菲定律。我有一次买了一个那个手机壳，上面写着什么变瘦，然后我在用那段手机壳的时间就一直长肉，就一直胖，所以有的时候是物极必反的。我希望跟粉丝之间是一个共同成长的关系，对，就是我伴着粉丝成长，粉丝也伴着我成长，然后互相扶持，互相给予彼此力量的这么一个关系。还蛮多的耶。我近期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也是粉丝的来信，然后他给我科普了他们粉丝之间组了很多 CP， 然后他给我科普了大概2页纸的 CP， 就是他们的 CP 是怎么样组在一块怎么样发糖的，还有 CP 名这种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好神奇哦。然后粉丝自己磕他们粉丝之间的 CP， 对吧？你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吧？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而且他们的名字都特别诗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 CP 名，大家都非常了不起。我感觉不远的将来都可以看到粉丝之间互相写 CP 文了。所以这个世界的终点就是磕 CP。
啊，是吗？找到方向了。自己磕 CP 吗？我小时候这话说的合适吗？就是当追星女孩的时候，确实磕 CP。现在其实不是，就是你懂吧？表面上的形式已经就是不会那么磕，但是就是骨子里那份熊熊燃烧的对 CP 魂还在，就是时不时的会在奇怪的地方磕到一下。一会儿摄像机关了，我们交流一下。啊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刚好进入下一趴。我们节目组最近呢收到了非常多来自你的粉丝来信。我们这边呢都赶快收集好，全部交给我们的肉肉，请你亲自翻牌，并且进行回信。好 ，OK。哦，我知道这个粉丝朋友，这是粉丝朋友。飞奔向云海，很难啊！翅膀着，哎，我单手我还不会。一定要做吗？我是个 vocal， 别做了吧，我单手做不到这个动作，我单手不会跳了。飞奔向云海，啊，不行，算了，放弃，光速放弃 vocal 的自觉。